做真理中的自己。常常看到励志电影中鼓励人要做自己，其实这句话只对了一半，因为人需要搞清楚自己是谁。人往往以为的自己并不是自己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。社会上犯罪新闻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温文儒雅的人，却是隐形的杀人魔。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自己，其实和我们内心真正的自己是有很大差距的。圣经中大卫王在登基之前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，但是登基后却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就是抢了他战士的妻子，还谋杀他。他应该发现了其实他不认识自己，所以他祷告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撒旦引诱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从此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就存在人类的基因里。除此之外，犯罪之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羞，和听到神的声音感到害怕，这些都埋在我们的基因里。于是人和人相处会戴着面具，不再坦诚，对神也是避而不见。之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，亚当的权柄落入撒旦的手中，所以人类从此成了孤儿，是撒旦的奴隶，是罪的奴仆。撒旦只要像当初引诱夏娃一样，用钓鱼线勾住埋在我们基因里的任何一个项目，我们就会犯罪。人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世界是无解的，是没有出路的。人是身不由己的，因为已经卖给了罪，是罪的奴仆。天国的世界是分别善恶树世界的唯一出路，因为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只有在天国的世界里，人才可能有机会是自由的。这时候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。我们真的要很努力的一直住在天国的家里，就像耶稣一直在家里一样。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自由。我们要努力的摒弃世界的价值观、眼光，才能在平行的世界里做真正的自己，做真理中的自己。